好，讲到这个 iPhone 16的这个按钮，我们就来聊一下。那我们这样不会用写稿的方式，就是有点像 Podcast 跟大家聊天的这种方式来讲这个按钮，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比较喜欢这种聊天的方式，然后我也不用去看着稿一直念一些东西。那我们就用 AI 啊，偷懒一下，整理一下这些国外论坛或者这些媒体有在讨论这颗按钮讲的综合的这些优点跟缺点，就一起来讲。大家也可以边听，然后边去分享你们自己看法，看你们觉得同不同意，或是你们对这颗按钮有什么其他的看法。那我们同时也讲到，就是它未来的这些 AI 应用，还有我的一些觉得说，就算是有 AI 应用的话，也代表这一颗按钮会不会就是有它合理存在的理由 ，OK？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啊，这个按钮就是现在目前大家整理起来的优点跟缺点。那我们就先来讲优点吼。那有人说它的便捷的拍照的操作，那就像我们1个月心得，我们摄影师有讲说，他觉得快拍抓拍多了这颗按钮，就马上就知道他手抓起来，按一下或按2下就开启相机，这一点对抓拍而言非常的快。那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按钮，那你把它设定成相机的话，你就非常清楚，就是说，它就是用来开启相机，或用来拍照，或者用来按快门用。对他而言，这一点觉得很方便。那这个很多人也是这样想。那第二点呢，他们觉得说单手使用的体验，那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提到嘛，自拍的时候，其实它抓的角度会稍微比先前用音量键好一点。那这我自己也是有这样觉得，虽然有一点点牵强哦，对不对？好像说有人说，你这样手直接这样去按，跟你多了这个去按，好像角度不会差太多，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习惯性问题啦，感觉好像你可以拿的比较上面的这种感觉，然后同时它又是一颗专门拍照的按钮，可能你就想法上就会觉得说，按这颗一定会拍照，不用好像去怀疑这一点。那这一点就是不一定是真的优点，但是有人就是喜欢这个部分 ，OK？ 那第三点，物理按键的触感，有人说相比先前可能要用荧幕去拍照，去点那个快门钮。现在不管你直拿或者横拿的时候，有一个实体按钮去按的话，它有一个更扎实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在按快门的这一点。那这个有人也会说啦，就先前的音量键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音量键可能对这种直觉感，好像快门应该在上面，这种感觉是有点差距。好，那这个就是很个人、很主观了，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看法。那第四点，有人说多种情境下，或者说它的这个自定义的部分，其实很方便，就是说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操作的按钮，它可以把它设定成，比如说像可以看 IG 啊，或者是像上次 Chris 以峰他分享说，他变成把它用成扫 QR code 的这按钮，其实我现在把它改成这个。那这一点就是说，它还是有自定义的功能，就算你不是单纯要拍照用，你还是可以用设定别的功能。那有人也认为它会减少操纵的步骤啊，就是不管你是自定义哪个功能，就是多了一颗按钮，可以很快速的去达到你要的这个功能。OK， 那这就是目前好像整理出来大家普遍性觉得比较好的一些优点。那缺点的话，第一点有人说学习曲线，就是说对比以前 iPhone 来讲，可能现在又多了一颗按钮，那现在按钮越来越多，好像当年贾伯斯在设计 iPhone 的时候，他是把所有按钮减少，变成没有按钮，变成用触控萤幕，他认为都可以自定义的这个整个萤幕去解决太多按钮这个问题，是他想要简化的。那这个减法的设计模式，怎么现在好像变成加法？那同时因为加法的关系，变成说，你以前可能给你长辈一只 iPhone， 你只要教他怎么去触控滑动，那大致上电源键、音量键就是很简单，然后静音键也就是很直觉，它就是单一一个功能就非常直觉，不用再去什么学习曲线。但现在可能变成除了这个开关键不真的是开关键之外，你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开关，然后这个旁边这个静音键也变成单颗按钮，那也看你怎么去设定它。然后现在又再多了一颗这个拍照按钮或是自定义的按钮，觉得好像学习曲线变高了因为你要去教他怎么设定这个，或是在拍照的时候，因为它就是存在在那边，你就可能会去压到它，教他去怎么做控制。对比好像所有都直接看荧幕去理解这点，增加了一些学习曲线。那第二点有人提到就可能误触，那这点我是觉得是同意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讲手机壳的地方，就我用了原厂的2个手机壳，这种我没有用，还没用矽胶的，我现在还是用这种塑胶壳的。那我那天去旅游的时候，我带这2个，还有另外一个副厂手机壳，2个是有实体按钮，一个是开孔。那我后来在旅游第3天之后，我就换成有开孔，因为我真的太常误触，有时在外面抓拍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它做成实体按钮，我很容易不小心按到它。那很多人也是提到这点，他觉得误触的功能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把它设定成按1下、按2下会不小心开启相机，那或者是你在相机开启界面的时候不小心会滑动到去调整到它的参数。那在第3点的话，有人提到说是硬体故障的风险，那这其实最近也是台湾论坛又开始在讨论，那主要会提
起这一点，就是因为这颗按钮它的耗损或者它坏掉的时候，它的维修的费用是很高。那有人又分享出来说，它这个按钮上面已经有裂痕了，因为它是蓝宝石玻璃做的，什么等等。那拆解出来之后也发现说，这个按钮为什么它的耗损率或者说它的更换的费用那么高，是因为它的设计方式，它是把它底部的做的还是把它焊接在这个边框上面，所以变成说你这个按钮坏的时候，它不是单纯的换一颗按钮的问题，它可能整个中框，那中框它又不知道是粘着它的基板还是粘它的背板这个地方的玻璃，所以它换的成本跟它的工序就会变很高。那或许它也可能是整新机给你，那对他们研究说，为什么多了一颗按钮，怎么好像让它的成本变高？那同时有人会认为说，国外论坛有人分享，他们摔的时候让这颗按钮坏掉。那可是这点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同看法，就是说你今天摔到手机，你有可能摔到相机坏掉，你可能摔到背板坏掉，我不知道你怎么摔，或者你用了什么壳，或者你摔的角度情境是怎么样。那比如说背板坏掉，它的维修成本也很高；相机坏掉，它的维修成本也很高。那萤幕坏掉其实也是。那我自己的看法，我会觉得我在使用这个 iPhone 161个多月之后，一开始我在用的时候，我可能在开启相机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新功能，会有个新奇感，所以任何我本来已经熟悉操作的方式，在萤幕上就有所有的选项跟设定的操作方式，我会不去用它，我刻意的去用这颗钮。然后来做一些操作，但用久之后，我发现，首先你看啊，你先去按下选择的时候，它出来的这些设定的画面，那其实这些上面的设定，你在手机本身的页面这边，这个相机主控板这边，你一滑出来，它所有的设定都已经在上面，而且还更多。那它随时可以直接让你一览看到哪一个设定，或者说你现在要去快速调整哪一个，你点进去就能做调整。那对比这颗钮，你按下去之后，它这个画面非常小，那同时你要再换到另外一个设定的时候，你要去滑动它。那虽然它的触控是灵敏的，但同时它也不是一个这么直接，像我现在直接去点到另外一个设定就可以直接开始操控。你要先去按2下，然后滑到那一项，确定你点到对的位置之后，才会按一下再进去，进去之后再滑动它去做改变设定。实际上用这颗钮让我去操作设定的这个步骤变多了。那另外一个多出来的麻烦是，你按2下之后，你进入看它这个画面非常小，我变要更专注的去看这个萤幕上面，才能确定说我现在调整到的是什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实际使用上，1个多月之后变成人是诚实的手指很诚实，使用习惯很诚实。一开始新奇感的时候会去用它，那我自己到现在1个多月之后，我发现我去旅游的时候是完全不用它。那可能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自拍的时候按一下用快门，但我在拍照在选择的时候，像我那天在那个福冈塔上面去拍日落的时候，去缩放的时候，那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用那个按钮，我就是用萤幕上去控制。如果是单以这个相机功能来看来的话，操纵设定触控去改变它这些设定增加出来的这些附加功能，我自己反而用一段时间之后是没有去用它的。这一点的话是我自己目前使用方式，但你的使用方式可能不一样我不是说我说的我的体验就是对的，就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这样做。那不是，有可能你用了觉得更好用，觉得比萤幕触控更好，那这个也 OK 我们大家就是来讨论这个。那所以呢，光以下我自己觉得说照片拍照这一点，它这些附加功能来讲的话感觉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多余，因为对比现在萤幕上面直接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来做操控来讲，它并没有更好用。有人说甚至我自己可能也觉得说它这个功能本来出发点是一个 AI 的功能， AI 视觉辨识。那苹果上次发表会有讲，开启 AI 视觉辨识之后扫描这个环境去，不管是看这个餐厅的评论或是看这个路或是看这个地标或是看别人的狗，那这些使用情境才是它本来做这颗钮的意义。那一个产品它开发的周期其实都通常是2年以上，以我现在知道手机厂大部分都是大概2年以上的开发行程，然后又在关于说 iPhone 多出这颗钮的留言，其实我们也是在2年多前就已经开始讲，所以大概可以去印证说这颗按钮可能本来在发想的时候，可能时间绝对是远于2年，所以可能2年、3年，可能4年都有可能。那就代表说，如果是单纯为了 AI 这一点，那苹果到底在 AI 这一点是不是真的在4年前就有这样的规划就认为说 AI 会去走到这个视觉辨识这一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自己去评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3-4年前苹果就认定说 iPhone 未来会变成一个AI 视觉辨识的系统，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个按钮，就为了做这个功能。还是说当初他们就有想过说可能就有一个相机按钮，然后可能主要的发想是这个现在没有人知道，可能我们10年后看到苹果的一些文件或者他们可能有一些诉讼文件，可能会看到更多秘密出来。 OK， 那这个我们目前只是大家可以去想这一点，到底你们觉得是哪一个。那就算它是真的是 AI 为出发点的话，那以苹果现在所展示出来的这个 AI 视觉辨识它其实我就感觉出来，以目前来讲它的功能性以
算完美的情况啊。如果它 AI 视觉辨识都算是非常精准的话，那苹果目前给我们的步骤是你打开来，它先用自己内部的 AI 去判断、去看世界，去给你一个回应。那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要去是用 Google 搜寻，还是用 ChatGPT 去理解它？”那这种使用情境的话，其实某些程度其实蛮依赖 Google 跟 ChatGPT、OpenAI 这两家公司。现在美媒在讲嘛，苹果内部自己认为说他们在 AI 上面生成式啊或者什么这些应用上面，其实对比现在 OpenAI 或其他厂来讲，他们是落后大约2年。那是他们内部的判定。那他们苹果的想法是说，他们的逻辑跟他们的文化是说，我们不是最快，但是我们会做到最好。那这一点我会觉得说，在我们手机应用或者这些行动装置应用，未来这些科技应用，还是锁在这种使用者界面的整合、优化它的使用的易用度，然后跟它软硬体的整合，做到最好的硬体配合他们最好的软体，这种使用经验体验来作为未来装置的定义的话，那我觉得或许苹果不会是最快是最好这一点，还是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但如果我们是光讲 AI 这个部分，就是在 AI 上面的应用，那我们看到 OpenAI 现在所走到的程度，每一次他们在发表新模型的时候，都会让人非常的震惊。那不止 OpenAI， 还有 Meta， 然后还有 Google。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苹果在现阶段他们自认为说他们落后的是2年，不是说2年别人都不会再进步，2年别人也是一直在进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AI，我们现在所理解 AI， 他们其实非常依赖这个学习他们学习的能力，还有他们数据的能力，还有他们学习的经验，他们的资料库。那如果这个部分苹果起步的自认知道自己起步的比别人晚，然后也比别人落后，那收集资料库也比别人少。那苹果的一个以来的企业文化，他们也觉得不想去侵害使用者的隐私，所以不想去做更多的收集。那这就有点像当年不管是说搜寻引擎，或是我们讲地图来讲好了，苹果也是起步的比较晚。但他们有因为起步的比较晚，或者说他们不一定是最快，他们是最好嘛？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想。Google Map 跟苹果 Map， 那你可以说有人说导航他觉得苹果地图做得比较好，那个是纯导航的部分。但图资我们现在用地图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用法，不管是说交通工具啊，在各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标、餐厅这些景点的评分这些等等。那我个人还是觉得 Google 在这个方面还是赢过非常多，那没有办法，这就长期以来建立出来这个用户量资料库，它是一个循环的东西。更多用户量、更多的使用经验，在上面也去做分享的话，那 Google 在这个地图上面就有更多更及时的资料分享给大家。那这个是 Google Map。那我们讲 AI 的话，其实当然它除了随时在收集使用者的习惯跟数据去预判让它更好用之外，那它同时自己也在一直学习跟成长AI 本身自己这个模型在学习跟成长。那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它的进步的速度可能会对比我们以前所理解，不管搜寻引擎或是地图这些图示来讲，它进步的还要再更快。那这种时候，如果对比 OpenAI， 可能对这些隐私部分没有像苹果把持这么紧，所以它更愿意的去到处去收集，不管是不是合法不合法的方式，或者说是不是很正规的方式去收集这些数据，就为了去装到他们这些 AI 模型的这种情境，然后对比苹果这种相对比较有道德的方式去走这些 AI 的方式那虽然我可能比较认同苹果这种方式，但同时商业上是现实的。那苹果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如果已经晚2年，那 OpenAI 又一直在进步神速的情况下，2年后你追上他们2年前的速度，那他们可能已经又超前你大概3年、4年、5年的这个情境。那这种时候，苹果还有没有可能用一样的他们的这个想法？我们不是最快，但是我们会是最好的这一点继续走下去。这个，但我不知道。那但我们也不知道说未来大家使用这些行动装置、这些智慧装置的方式会是怎么样。那或许我们还是很依赖这个手上要有一个手机，要有硬体，然后要有一个很好的软硬整合这种形式。或许苹果他们有庞大的用户量，然后很多用户也最信任他们。那只要他们还抓住这一点，保有这一点。大部分的用户都还是愿意留在苹果装置上面的话，那当然这些 OpenAI 也必须强迫要去跟苹果结合让他们的模型可以在上面让更多人使用，不管视觉辨识或是AI 助理、语音助理这些等等。但是如果像 OpenAI 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想要做一个自己的硬体嘛，一直都有消息，从2年前到现在最近都有这个消息Sam Altman 就是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要做一个装置。那现在更清楚就是说他找上的是 Johnny Ive， 就是先前苹果的这个传奇设计师，然后同时这个投资者里面有非常多大咖，甚至像 Steve Jobs 的遗孀也在里面。
那这个的话就会让人知道说，它其实对硬体开发这一点，或者说拥有一个自我硬体装置这一点是有一定的坚持，或是有一定的一个梦想。那如果 OpenAI 在走这一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们推出一个，也有可能是手机或是一个什么样的 AI 的穿戴式装置，那可能就大大改变我们所使用的习惯。那同时 AI 对我们这个行为啊、数据这些判断、学习的速度，那有没有可能一下翻转，让我们觉得说不用再去多买一个那么贵的手机，或者带一个那么重的手机，然后上面那么多的 App 去使用每一个单一的功能，或许它就直接帮我们整合起来，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直接在上面给我。你要娱乐性也有，你要资料库也有，你要搜寻啊，你要这些餐厅的资料评分，你要这些未来的计划，它就是一个真正的万能的 AI 语音助理，帮你处理所有事情，还能娱乐你。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大大改变我们的使用习惯？那苹果还有没有可能在继续说我们不是最快，但我们会是最好？那这个我不是在就是唱衰或者觉得说不可能，我是在预想说历史都是不断的在重演嘛。我们如果能从历史学习到，就是没有一家公司或者没有一个朝代会是永远的在上面，就它会一直不断的翻转。那有时候也是因为有这种新创的力量。它可以有更勇敢的去突破，或是说更没有包袱的去做一些事情，才会让这些新的东西，让这个整个市场有一些新血，有这些刺激进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好事啊，就有更多的竞争，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所使用的技术跟这些科技才有可能在很快的向前进一步，就像当年 iPhone 推出的时候。OK， 好像讲的有点远，好像在讲这个按钮。OK， 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对这个按钮？刚才还没讲到手机壳。就我现在自己其实用的是开孔的手机壳，那每次我们在影片里面，不管有业配手机壳没有业配手机壳，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只要是有开孔的手机壳，我一律不考虑。但我很真实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真的用了，我是都有买，我不是没有买，我是都有买。然后我们手机壳用了那么多之后，我自己来讲，我真的后来回到了，目前为止是回到有开孔的手机壳。那我不是说这种有实体按钮的都不好，我是在想说，至少原厂这种设计比较没有分离感的使用模式，矽胶还没有，我后来有订，现在还没来。但是这种塑胶壳的这种没有分离感这个按钮模式，让我很容易误触，所以困扰到我已经就是没有再用这两个壳，所以说比较少用它。那当然如果在未来其他副厂有开发出这个按钮更有分隔感啊，更不容易误触的这些设计来讲的话，我也不会说觉得说这样就不好用，是保持比较开放的心态啦，我都会去用它，我不会主观直接去认定说开孔就一定不好用，或者不开孔就一定很好用。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实际去试试看因为每个人使用体验都不一样，就像 AirPods 不同的型号、不同的降噪、不同的程度，每个人的体感都不一样，很难单一听我讲就是哪一个一定比较好，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那我觉得手机壳或这个按钮到底触控啊，或者开不开孔这些体验也是一模一样，大家也应该自己去体验看看。OK， 那关于这个钮，大家觉得使用到现在有什么想法想分享，或者你们就是觉得其实它很好用，有什么没有讲到的，或者它其实不好用，有什么缺点我也没有讲到，大家都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那我们今天就是也没有写稿，就是希望跟大家多聊一下这个按钮真实的想法，那还有对这 AI 视觉辨识未来的一些苹果的方向的一些事前的分析啦，也希望激起大家更多讨论。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下次影片见，拜。